有一些人，我们看不见他们，他们看不见我们，但却都真实的存在着。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我的频道。那么今天呢，我会带大家认识一位盲人朋友，并且呢帮他占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奇，就是给盲人如何用纸牌占卜呢？并且他们的生活又是怎么样的？那么今天呢，这位盲人朋友不是普通的盲人，他是清华第1位盲人研究生，所以就是非常的厉害。那么如果大家想了解他非同寻常的生活，记得一定要看到这支影片的最后，并且按赞、分享、订阅，让更多的人看到这支影片，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关爱。那么今天呢，我们约在了红丹丹的文化中心。红丹丹呢是一家帮助视障人群的慈善组织，我是他们的阅捐人，也是志愿者。他们有很多助盲项目，比如最著名的就是星幕影院，是帮助盲人一起看电影，还有就是盲童阅读援助计划。那么这些项目运转呢都是需要资金的，所以呢大家呢每个月就省下一杯奶茶的钱，就可以帮助千万个视障朋友呢去看世界，享受跟我们同样的生活。而且我们帮助别人，自己也不会贫穷。捐出去的这些善款呢，在个税申报的时候也是会有优惠政策的。所以呢，我会把阅捐的链接放在评论区置顶评论里面。如果大家呢不想参与阅捐的计划呢，也可以关注他们的公众号红丹丹文化助盲，那么帮助他们多多转发点赞，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群体也是积善行德的美差。好，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好啦，那我们现在呢就和这个朋友见面了。这位呢是梁江波梁老师，他就是我说的高材生。然后现在呢，我们就在那个去红丹丹的路上。是的，我想问一下梁老师哈，你在坐地铁就是方便吗？人多不多？人很多哈，在北京坐地铁人是特别多，但是还算方便。从进入地铁口一直到出地铁站，如果你需要的话，全程都可以有地铁的工作人员来给一些支持，比如说帮我们送上地铁，在换乘站帮助换乘都是可以的。这是北京的情况哈。对，那你有了解到其他城市的情况？据我了解，其他的地方，比如说我去过的，比如苏州，也是一样的这样的服务，非常好的。好，那我们现在呢就已经来到了红丹丹的这个办公室，很感谢他们可以接我这个地方，让我采访一下这个梁老师。那你之前有去找人帮你占卜或者算命吗？没有，所以就是今天还是第一次体验哈。对，我们一会儿看一下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好嘞，我首先问几个小问题哈，然后我们再开始这个占卜。首先就是我有一个问题一直都很好奇，就是为什么盲人要戴墨镜呢？然后你平时喜欢戴墨镜吗？我觉得可能大概率应该还是为了就是遮挡一下眼睛。大部分的盲人朋友哈，因为看不到这个眼睛呢，都会有一些异样，可能很大程度上呢是一种从美观的角度考虑的。我是这么想的。盲人戴墨镜，我觉得这个也不尽然哈。戴墨镜它有的时候会让我觉得很困扰。可能小的时候父母带我们出去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会让戴一下眼镜。一个方面呢是因为阳光，我小的时候眼睛又怕光，那个时候对眼镜孩子嘛没什么概念哈，戴上了以后觉得还挺酷的，是吧？然后再大一些呢，后来对这个觉得好像很多盲人的形象，就有一度我就会非常的不愿意戴墨镜。我们总觉得戴墨镜好像就是一个盲人的一个刻板的形象那我就宁愿不戴。但是后来呢，就现在吧。其实我对墨镜这个事儿我已经释然了，就是无所谓。对我个人来讲，你要是觉得让我戴上看起来更舒服一点，那我没关系，我可以戴。只是因为我是盲人，你觉得你必须得戴墨镜，那我可能就不会戴了，对吧？其实我觉得梁老师完全没有必要戴墨镜，长得这么帅气，戴墨镜就是可惜了，一定要让大家看见自己的美。那我们接着看下一个问题哈。好，像明眼人谈恋爱的时候，可能首先是先看对方的外观，就是甭管自己承不承认是不是外貌协会，多多少少这个形象和外在是会影响对于对方的判断的。我可以问一下，你现在有亲密关系在交往中吗？那你在交往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真的就是直接看对方的这样的一个性格呀什么的合不合得来？经常讲的一个很玄的词叫做感觉，对吧？我觉得
就觉得这人好，对不对？你要是真的去分析，那可能这个人的外貌长得好不好看，对不对？性格跟你是不是合拍，对吧？他的其他的这些思想，对吧？三观跟你是不是能合得来，对不对？你可以这样去分析。但是我会觉得，其实我们做的这些分析，基本上都是建立在这个人已经建立了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哈。是的。以我个人为例吧，这种感觉怎么建立起来呢？那通过其他的方式，比如说交谈，对不对？通过在一起做事情，可能有更多的了解。很难说清楚是因为他的声音好听，或者因为他的声音不好听，你就不喜欢他。其实不是的，无论是盲人还是明眼人，应该都是一样，都是一样。对。那我们再往下看，就是我之前呢看报道说是你的视力呢是慢慢衰退的。是的。那你的父母有提前告诉你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吗？然后完全看不见的时候心情是怎么样的？父母的话，没有跟我这样直接的去说过哈，但是我很小的时候呢，我妈妈呢就会非常的在意一件事情，她希望我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当我完全失明了以后呢，有一段时间确实是会很不愉快哈，很伤心，很痛苦。你用什么样的词来形容，我觉得都不过分啊。那怎么走出来的呢？我的感觉是，就是找到一个爱好，然后全身心的投入。就是当时我特别喜欢笛子，竹笛啊，我就特别努力的学习了一阵笛子啊。然后后来笛子呢吹的也还行，取得了一些小小的进步。然后你可能会觉得又对自己有了一些信心，慢慢的。就从这个痛苦当中，能够走出来。那我在清华读的是社会工作专业，读这个专业呢，是因为我长期以来的工作都和社会工作相关，想要在自己的这个职业的方向上面做得更加的专业，也希望自己呢能够有一些学术的能力。那之所以去清华呢，也是因为之前的梦想，但是之前没有这样的机会哈，因为。比如说我们参加考研也都是前几年的事情啊，能够参加普通高考是从2014年才开始的。现在呢，有了这样的可能性，我也有想要在专业方面继续提升，为了让以后的自己不后悔。是的，所以呢，我还是选择继续读书。那家人也很支持我这个事情啊。那清华里面的无障碍设施比较完善吗？完善不能这么说，哈哈，还有待提高，但是已经做得很好了。清华大学的话，其实专门有一个无障碍发展研究院，完善的话恐怕现在还达不到哈。那就以硬件为例的话，你像清华的话，有很多老的建筑，你可能很难去做这种硬件设施的无障碍化的改造。那对于比如说视力障碍者，因为毕竟。清华之前没有过这样的情况哈，我是第一个视力不好的学生。比如说一些这种选课系统啊，一些内部的这种信息化的无障碍呢，也有需要提升的空间。希望就是我们国内的就是各位高校呢，也可以更加的人文化，然后去照顾到各种各样的这样的学生群体，让他们享受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学习环境。而且我会觉得，其实现在我们很多学校哈就在说要争创世界一流的学校，对吧？对，世界一流的学校，它其实不仅仅包括学术，也体现在你的整个的这种包容度上面。在我们的盲人朋友还不能够参加我们的考研啊，甚至也没有办法参加普通高考的时候，甚至有盲人朋友可以在国内可以申请 GRE 的考试。对，当你申请了以后，他会把试卷专门特制成盲文的格式，然后在这边单独的组织考场啊，因为你要比别人延长一些时间。我们国家以后就是对于视障学生的教育，包括其他生活各些方面的关怀，也一定会是慢慢更加完善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也知道，红灯单里面呢也有另一位朋友，他也是去了传媒，是吧？对，董丽娜。中国传媒大学是的。那我想问一下，就是目前来讲的话，接纳视障学生的学校是不是很多呢？尤其是高校。到现在呢，虽然有很多学校，比如说你看清华比如说像中国传媒大学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包括我知道的哈，像这个中央民族大学或上海的一些学校哈，都有残障者盲人在里面读书，但是即便是这样的话，也一定还有一些学校，他可能会拒绝你。
有的盲人朋友他想考某个学校，会被这个学校拒绝，甚至不给他考试的机会，这也会有。但是我会觉得，这可能也需要一个过程啊。就像咱们再倒推一些年，可能你盲人还没有办法参加普通高考呢，对不对？对，现在就慢慢的多起来了。在国内，如果就是盲人学生想要参加这个考研的话，他和明眼人考研的就是形式啊，或者题量、时间上面有什么样的不同？不同地方呢，你得提出这种合理便利的申请。什么叫合理便利呢？就比如说我要用盲文试卷，那盲文试卷呢，内容题量和明眼人是完全一样的哈，完全一样的。包括这种录取的分数也不会因为你是盲人给你降分，或者是给你加分，都不会。再有一个呢，你要申请一下延长时间，延长50%。梁老师，我想问一下，目前来讲，它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就业途径？目前来看的话，推拿、中医相关的哈，这是应该是绝大部分。然后还会有一些呢，有一些新的尝试。我也认识有朋友，比如说做软件开发，但这是非常少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呢，可能会做音乐相关的工作。还会有一些朋友会有一些尝试，比如说做翻译、律师这些方向，都在尝试。但这些尝试呢，视障朋友其实并不多因为首先现在没有一个特别好的社会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做这些领域的朋友都是在非常努力的在这个方面去开拓。是的。那么下一个问题呢，其实可能有一点的这样的恐怖哈，我不知道你是否曾经遇到过坏人，然后盲人朋友应该如何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我先说一下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哈，因为呢，我的这个盲人的按摩师傅，他跟我讲了，就是自己的就是在出行过程当中呢，遇到一个就是伪善的一个朋友，说想要帮助他，结果那个人就把他带到了一个错误的地方，就是想对他可能进行这钱财上面的掠夺呀。那就是想问一下，就是梁老师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我没有遇到过哈，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然后再有呢，会觉得这个肯定也是极小概率的事件保持一定的距离的友善会更好一点。还是好人、善良的人们是绝大多数。所以呢，我觉得刚才说的对我也是一种启发。我觉得大家如果要是在公共场合遇见这个盲人朋友的话，我们其实可以去上前，就是问一下是否需要帮助，也可以就是看一下旁边是否有工作人员，比如地铁当中我们既帮助了别人，然后也增加了就是盲人朋友之间的这样的安全的因素。有的人可能真的很热心，他就真的很想帮你，但是可能欠缺一些方式方法。是的，反正就是要沟通，然后呢，你问清楚，如果他真的需要一些支持，那就你也方便，那就给予一些支持，对吧？我第一次来红丹丹的时候呢，是参加了他们的志愿者培训，在培训过程当中会有去告诉大家如何的就是去帮助我们的视障朋友，所以呢，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同样也是可以在公众号里面获得相关资讯的。好，那我们就来进行一下就最后的环节，就是我们的占卜环节我先大概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用的这个牌，它不是塔罗牌，它用的这个牌呢是类似于扑克一样的吧。这个盒子呢是比较就是硬邦邦的，而且呢上面呢是一个粉色的一个盖子。我感受一下。对，你来，挺有分量哈。对，是的。那么梁老师，你想就是问关于什么样的问题呢？要不就学业吧。好的，没问题。首先我们明确一下问题，就是学业的大概想要问什么方面的，比如说考试能不能通过呀，或者是能不能顺利毕业呀？过去毕业应该没问题哈，但是我就想问问我适不适合继续读博？好的。那你现在随机给我3张牌就好了。抽3张？对，随机抽3张。好，现在有了第1张牌，到时候我告诉你是什么。第2张牌。好，第3张牌。好，第1张牌呢，这个梁老师呢抽到的呢是军人，那么他是上衣呢穿的是蓝色的制服然后穿着高高的黑色的靴子，身体的旁边还插着一把军刀，下面呢写着用法语写的是军人。第2张牌呢叫做忠诚，对应的呢是梅花2，画面中间呢画着的是一位女性和自己的爱宠一条小狗，对，然后貌似是坐在花园里面，因为旁边有一些
藤叶，对这样的装饰，然后下面呢是忠诚。好，我们来看一下第3张牌。第3张牌呢是惊喜或者是惊讶哈，因为这张牌表示的是意料之外的事情，不一定是好事，也不一定是坏事，要取决于其他的牌的这样的含义哈。它的这个画面呢是一位穿着红色围裙的，然后身着蓝色长裙的一个少女，大概十几岁，然后看着自己的笼子被打开了，应该是笼子里面的鸟飞走了。对，所以呢这张牌叫做惊喜。要不要继续读博士呢？最后一张牌呢给我的感觉是可能会有意外的一个契机，能不能读得上？这个可能是一个不确定的，是的。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前面这2张牌哈，就是第1张抽的是军人，相当于给你一个建议，你要对你自己的目标表示忠诚。不好意思，刚才由于相机过热，所以就是我们换成手机录制了。然后就像我刚才说的哈，坚持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像这个军人一样，到最后可能有一个小惊喜，就是命运会给你一个小惊喜。我想问一下，你什么时候毕业？明年是吧？那我其实还是蛮期待，就是你给我的反馈，看看究竟会有什么样的惊喜会发生。然后呢，这个也非常感谢哈梁老师今天来这个接受我的这个访问，百忙之中，然后也非常就是祝愿你可以就是顺利的毕业，然后就是做你非常喜欢做的事情。好了，那其实我们的这支影片呢到这里面呢已经结束了。那如果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红丹丹的公众号，我会把它放在这个描述栏里面。然后呢，如果大家想要就是支持这样的一个非常不容易的这一个公益组织的话呢，也可以参加红丹丹的月捐的这计划。整个访谈下来呢，其实我最大的感受也就是说，我们有很多方面，就是社会也好啊，或者就是我们的自己哈个人的意识也好呢，也是需要就是去变得包容，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这个世界当中。所以呢，就是也非常感谢呢大家看到这里，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啦，拜拜，拜拜。